你见过给大炮装消音器的吗？你见过时速只有5公里的战车吗？你见过长度不足1米的核弹吗？今天呢，就给各位聊铁聊一聊听起来另类、功能却很正常的7款武器。Top 7，莱茵金属为 M109G 自走炮设计的消音器。M109G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力火炮，它存在的意义呢，就是对敌人形成强大的火炮压制。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因此被设计了更粗壮的炮管，以便能够填充更多的推进药，从而使炮弹更快的出速度。这么一来呢，所产生的动静就更大了。然而，距离德国陆军的火炮训练基地不远处，有一座名叫梅彭的城市。每次火炮训练基地传来的开火声，几乎都可以让每个居民听到。试想一下，当你正在和家里面准备和女朋友做点什么的时候，火炮基地突然开炮了，你还有心思继续下面的事情吗？因此，梅彭居民为了跟噪音抗争，没少跟军方拉扯，并且还把这个基地给投诉了。不过呢，想要解决 M109G 的噪音问题，还是要从声音根源入手的。经过德意志民族多次严谨的实验后，这个造价10万美元的自走炮消音器应运而生。虽然这个大块头只能为火炮提供20分贝的噪音消减，但是足以糊弄已经被炮声摧残多年的老头老太太们了。Top 6，安装了战斗机涡喷发动机的加热器喷气式扫雷车。上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诞生的加热器，可能是苏联研制过最怪异的装甲车辆了。因为车体上方的大炮筒被人戏称为自行离子炮，但事实上呢，这只是一辆安装了米格15战斗机引擎的 T54坦克。苏联人脑洞大开的改装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比如安装了退役战斗机引擎的喷气式除雪车，在寒冬中大显身手的场面。只不过加热器要清除的不是积雪，而是地雷。在80年代中期，紧急改装的加热器扫雷车被送到了阿富汗参加实战。加热器扫雷时，通过俯仰之下将发动机倾斜，使喷管对准地面，喷出的气流最多可以吹出半米的深度，排雷的可靠性达 99%。 唯一不足的缺点就是太费油了，通过增大容量的燃油箱，连续扫雷工作也只能达到 2.5 小时。Top 5，不怕炸的德国 NK101 扫雷坦克。二战时的中后期，苏德双方进入了僵持的阶段。由于苏军在战场上埋下了各式各样的地雷，尤其是反坦克地雷居多，导致德国装甲部队没有办法达到像二战初期闪电战那样的推进速度，因此德军非常头疼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德军的装甲部队开始考虑使用二战初期的轻型坦克为基础，改装出一款扫雷车来使用。考虑方案可行之后，便诞生了这款 NK101 扫雷坦克。而这台形状诡异的扫雷坦克由坦克驱动2个巨大的铁质车轮前进，主要通过压爆的方式来扫除地雷。因为坦克底盘被车轮架得很高，所以能够有效地避开地雷对坦克成员的杀伤，因此也有了一个绰号叫不怕炸的坦克。Top 4，自带表情包的 CH-37摩哈维人重型运输机。这款外形可爱的运输机是美军1956年服役的重型运输机，机身整体尺寸与 DC-3 运输机相当，也是当时最大的直升机之一。由于它的造型有2个特殊的大眼睛，因此又被称为大眼蛙或者是滩涂鱼。当时的美军共计订购了94架 CH-37，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，并且承担起主要的运输任务，或者带着美军作战人员执行跳岛战术。机舱能够容纳2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，可以根据任务性质不同进行各种搭配。例如，它可以同时运送3辆吉普车、24名担架伤员和1门105毫米榴弹炮。机体大，运输能力十分强大。由于2个发动机短舱带来的另类造型，所以 CH-37被美军大兵进行各种涂刷，比如在其发动机短舱上涂鸦一对大眼睛，另外再加上绿色的机身涂装，特别是从正面视角看，简直就是一只大眼青蛙。Top 3，天才想法的意大利人操鱼雷。众所周知，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就像是二弟抱着大哥的腿，一直喊你别走一般，拖油瓶的存在。但是正是因为意大利实力有限，反倒成为了最先发展迷你潜艇的国家。一战时，意大利还没有与德国大哥穿一条裤子，当时的意大利以奥地利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。由于2个中等列强之间相隔的仅仅是一条狭窄的亚得里亚海，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，以此来避免一场惨烈的战斗而毁掉一个庞大的帝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意大利人天才的想法就冒出来了，也就是人操鱼雷。
当然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与日本的回天鱼雷还是有不同之处的。简单来说呢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操作人员是可以脱离鱼雷的。这个方案一出，也就获得了军方高层的支持。随后便使用一枚鱼雷成功改造出了人操鱼雷的雏形，并将其命名为水蛭。随后的实验中，意大利人直接将其运用到了战场上，并且成功击沉了奥地利的联合力量级战列舰。Top 2，时速5公里的 MIAS 单兵突击车。一战时期的堑壕战消耗了大量士兵的生命，因此意大利的设计师们就希望找出可以避免士兵大量伤亡的好办法。很快，在意大利人天马行空的思维中就萌生出了一个奇妙的点子。他们的思路就是，既然士兵向前推进会受到机枪火力的伤害，那不如就给士兵一面盾牌，只能抵御机枪子弹的盾牌重量又很重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再加2个轮子了。不过想到士兵推着盾牌前进，避免不了坑坑洼洼，干脆就直接改成履带式的就好了。因此，意大利诞生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儿，就是高度只有1米左右的 MIAS 单兵突击车。这款单兵突击车装备有一个单缸发动机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是达到5公里，正面采用了8毫米的装甲，侧面采用5毫米的装甲，可以给士兵提供3面防护。不过这款小车让人诟病的点实在太多，并且意大利军队中还是不缺明白人的，所以军方并没有大批量的采购这款单兵战车。Top 1，长度不足1米的 M388 戴维克罗克特核炮弹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苏联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阵容庞大，美军感到十分的吃力。为了在西德对抗苏联部队，因此研制出了 M388 小型战术核武器。M388 型核炮弹全长仅780毫米，最粗的地方直径为280毫米。战斗部采用的是 W54 型核弹头，大小呢与一个篮球差不多，分别有10吨和20吨 TNT 当量可以选择，重量大约23公斤，可以通过120毫米、155毫米的发射器发射，有效射程分别为2公里和4公里，并且发射器可以架在三脚架、卡车或者装甲运兵车上使用。由于 M388 射程太短，所以美军量产2100多枚之后呢，并没有在实际战场上投入使用，而主要是为了威慑苏联部队。不过后来 W54 型核弹头却为 AIM-26 猎鹰空核导弹的研发起到了一定的帮助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的，欢迎留言讨论。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，各位老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